吃盐，多喝水，也可以常喝桂圆红枣、枸杞茶，对保护肾脏有帮助。日常生活中，很多朋友会出现便秘的情况，那大多数人是用开塞露。除此之外呢，不妨试试下面这2种食物，便秘时吃一点，有助润肠通便，或许比开塞露还管用哦。第一种，芹菜。芹菜是生活中常见的绿色蔬菜，不仅吃起来鲜嫩可口，而且营养丰富，其中富含粗纤维和膳食纤维，可以促进肠胃蠕动，有助通便。那经常便秘的朋友可以经常的吃一些，也可以将芹菜榨成汁，能够帮你排出毒素，顺利排便。第二种，黑木耳。黑木耳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食物，它能为身体补充一些微量元素，而且黑木耳中含有多糖等水溶性膳食纤维，能够保持肠道水分，促进排便，对缓解便秘有很好的效果。日常生活中，很多人会有脱发严重的情况出现，认为是不是自己洗发水没有选对？其实掉发严重并不一定是洗发水的问题，可能和下面3个原因有关。压力太大，现在社会节奏变快，个人的压力也越来越大，这就使很多人的精神一直处于一个紧绷的状态，时间长了就可能会影响到头发的血液循环，使头发得不到足够的营养，从而导致头发大把大把的掉。经常熬夜，现在熬夜已经是常态了，尤其是年轻人都加入了夜猫子的队伍。如果长时间熬夜，会导致内分泌紊乱，从而影响头发的生长，就使人出现了脱发的情况。过度染烫，因为现在的人都比较爱美，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，都喜欢变换自己的发型，染一染，烫一烫，那避免不了要使用各种的染发膏或者是定型膏，这类物品中都含有化学成分，如果过度的染烫，很容易使头发受损，这也会导致头发大。很多中老年朋友在早上起床时会感觉头昏脑胀，浑身没劲儿，其实这可能是脑供血不足了，要注意调理。下面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小动作，可以帮助增强脑供血。这个动作相信大家都会，就是耸肩膀。首先我们保持站立的姿势，双手手臂自然的在身体两侧下垂，然后将左右两侧的肩膀同时的向上提起，提起后坚持3秒再落下，这样反复耸肩81下。可以在早上起床后和晚上睡觉前都做一次，这样耸肩膀可以放松肩颈部的肌肉，促进血液循环，能够为大脑提供充足的血液，对大脑健康也有帮助。而且平时没事的时候，这样耸耸肩膀还能够帮助放松身体，特别是经常久坐不动和中老年朋友，可以经常的做一做这个动作哦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很多人会出现眼睛干涩、看东西模糊的情况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老花眼。老花眼会给生活带来很多不便，那该如何保养眼睛呢？在我们头上有个不老穴，每天拍一拍，让你老了也眼睛明亮。这个穴位呢，就是承光穴。承光穴在头上前发际正中直上2.5寸，盘开1.5寸的地方。承光穴具有清热明目、祛风通窍的功效。找到穴位之后，可以先将双手对搓，搓热之后，再用掌心拍打承光穴。拍打的时候要有节奏，拍打50下即可。这样拍打承光穴，气血可以流入眼睛，对缓解头痛、目视不明、头晕等都有非常好的效果。每天坚持拍打，可以帮助改善和预防老花眼，很适合老年朋友养生用。生活中因为种种的原因，很多人会有失眠的情况，睡眠浅、睡不着、做梦多，导致第2天没精神，影响身心健康。那有什么好办法可以改善和预防失眠呢？今天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这个方法就是敲打百会穴。百会穴相信很多人都知道，在我们头顶上两耳间连线与头顶正中线连线的交点处，百会穴归属督脉，是全身气滞汇集之地，具有提阳气、醒神开窍、镇静安神的功效。那按摩时呢，我们可以将我们的手握成空拳，敲打百会穴100下，每天睡前敲打就行。这样敲打百会穴可以让全身气血通畅，不仅可以改善失眠，对缓解头痛也有一定的作用。那除了敲打，还可以用手指用力
意的按压这里，感觉酸胀即可，同样也有促进睡眠、提高睡眠质量的作用。经常失眠的朋友，睡觉前要保持放松，不要胡思乱想。如果不想吃安眠药的朋友，不妨试试这个按摩的方法。如果道路堵塞，那么交通就会瘫痪；那如果血管堵塞，那么身体也会垮掉。所以呀，我们要预防血管堵塞变硬变粘稠。下面教大家敲打一个地方。这个地方就是血海穴，血海穴在大腿内侧，并抵内侧端上2寸，大约3横指宽。当股四头肌内侧的隆起处，血海穴是足太阴脾经上的穴位，具有活血化瘀、补血养血的功效。按摩时呢，可以将手握成空拳，然后在血海穴的周围进行敲打，每条腿敲打100下，敲打的力度可以先小后大。经常敲打血海穴可以帮助畅通血管，预防血栓，对血管有很好的养护作用。除此之外呢，还有补血养肝、滋润皮肤和瘦腿的功效。今天教大家一个可以延年保健的小方法，就是推一推长寿筋。这条长寿筋啊，就在我们的小腿上，就是呢小腿外侧胫骨前肌的这里。推的时候可以用手掌根部尽可能大面积的推，从上往下推，向着骨头的方向推就行，速度不用太快，每次每条腿推30到50次。推到这里呀，不酸不痛了就行。经常推这条长寿筋，不仅可以疏通经络，使筋骨柔软，还有强健脾胃的功效。所以没事的时候就推一推，也可以让长寿离你更近一步哦。不过呀，上面的这个小方法呀，只能够起到辅助的作用。如果想要长寿，还要注意养成良好的习惯，可以每天坚持锻炼，保证睡眠充足，时刻保持一个好的心情。心态呢，对健康是有很重要的作用的。如果你都能够做到的话，或许会比别人更长寿哦。钙是我们人体运动最多，也是负重最大的关节之一，所以应该好好的进行保养。只有腿有劲儿，人才能长寿。那下面教大家2个小动作。动作1，找到一阶台阶，将右脚踩在台阶上，注意脚后跟不要悬空，将重量集中在右脚上，然后再将左脚的脚趾踩在台阶上，这样坚持5秒左右，再将左脚落回地面，这样反复10次，再换相反的一侧做同样的动作，也是做10次。动作2，自然站立，将2脚分开，一只脚在前，一只脚在后，臀部放平，然后前面那条腿呈弓步，大腿和小腿垂直，后面那条腿膝盖几乎触碰地面，然后站起来反复做1分钟，再换相反的一条腿做同样的动作1分钟。这2个小动作可以锻炼腿部肌肉力量，强健关节，有很好的养护膝盖的作用。每天坚持做一做，让膝盖变得越来越强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样一句话：早上金苹果，下午银苹果，晚上毒苹果。那么晚上吃的真的是毒苹果吗？其实这种说法呀是不正确的。不管什么时候吃苹果，身体吸收的营养都是一样的，并不存在毒苹果这一说法。而且经常吃苹果对减肥也有帮助。不过吃苹果的时候要避免3个误区。误区1，苹果带皮吃更营养。虽然苹果皮营养价值很高，但是现在很多苹果的生长环境都比较复杂，而且有的可能是农药滋润成熟的，如果洗不干净，对身体健康是有害的，所以建议大家最好不要带皮吃。误区2，熟苹果没有营养。很多人认为苹果煮熟了就没有营养了，其实生苹果和熟苹果的营养元素并没有太大区别，所以生吃和熟吃都可以。误区3，苹果烂了一点，挖掉继续吃。苹果放时间长了，如果发现有地方烂掉了，建议大家不要再吃了，因为苹果烂了会产生黄曲霉毒素，对身体健康不利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或者是建议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下期再见吧。